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 74H-C164 应用电路。74H-C164 有这种双列支叉14角的，也有这种贴片14角的。它是一个8位边沿触发式1位寄存器。它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驱动数码管的。这个呢是4位的共音的数码管。一般呢也可以用来驱动1位数码管。这边呢就是位选信号，也就是说当某个引脚输出低电位的时候，相应的这个数码管被点亮。如果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，这个数码管是不能够被点亮的。我们这个 74H-C164 呢，它是一个串行输入并行输出，并且呢能够清除。当清除的时候，这8个引脚呢同时输出低电位。我们看它输出的8个引脚呢，就是高低电位变化的。当某一个引脚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我们数码管相应的笔画被点亮。它的1、2角 AB 是数据输入端。这个 AB 两个引脚呢，必须同时为高电位，后边才能输出相应的低电位。如果这两个引脚有一个是低电位，那么后边呢肯定是输出高电位。所以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，要么把一个引脚拉高，然后呢第二个引脚呢不受其影响，要么把两个引脚并在一起。这样呢，当输入高电位的时候，后级输出低电位，因为它是与非门。当前边输入低电位时，后边输出高电位。74H-C164 呢，它是一个内部有8个地触发器的1位寄存器。我们知道，当时钟端输入低电位的时候，数据端输入不管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，后级都不输出，也就是说不受前级影响。由于第一个地触发器上一次的状态呢，输出端为0，所以说我们时钟从低向高跳变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地触发器输入端为0，然后后级呢输出0，那么后边呢同样都是输出0，所以说呢是把0向后移动。只有第一位如果是这个位置为1的话，那么很显然它输出的是1，然后加到这儿。只有下一次时钟到来的时候呢，这个1才能够输入到这个地触发器，从后级输出1，这就完成了一个1位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各引脚功能。1、2角是串行数据输入端，我们刚才解释过了。3、6角、10、13角是输出端，是8个笔画输出端，也就是我们这个 Q0 到 Q7 输出8个高低电位来驱动我们数码管相应的笔画。一般数码管呢都是由7个笔画组成的，还有一个呢是小数点，所以呢一共是8位。7角是接 D。在这个图里呢，8角是 CP， 也就是时钟输入端。9角 MR 呢就是清除端。当9角为低电位的时候， Q0 到 Q7 同时输出低电位，这个数码管就被熄灭，也就是消引端。9角我们刚才说过了，是清除端，当为低电平的时候，后级输出低电位。14角是供电端。它的供电电压呢是最高为7伏，一般呢供5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1、2角呢是被短接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数据端呢，在我们时钟没有上升延的时候，它不管是高低电位都不会向后级输出。只有8角时钟从低向高跳变的时候，1、2角输入的数据才有效，也就能够输入到第一个这里边。也就是说，当1、2角为高电位的时候，8角时钟端有一个上升延，这时呢 Q0 端输出高电位，同时 Q0 端刚才储存的数据呢就被移到 Q1 端。当时钟第二个上升延到来的时候，刚才 Q0 端输出的高电位就被移动到 Q1 端。同时如果数据端为高电位的时候，那么 Q0 端呢就输出高电位。如果数据端为低电位的时候， Q0 端呢就输出低电位。当第三个上升延到来的时候，那么 Q1 端的数据被移动到 Q2， Q0 端的数据被移动到 Q1，
这时要看数据端输入的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，决定 Q0 端的数据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，直到发来的8位数据全部移动进来。并且呢，我们的程序是严格要求输出8个数据，让它并行输出。这时呢，我们可以在9角输入一个低电平，使这些数据呢同时清零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次输入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不使用清除端，也可以把清除端直接接高电位，这时整个电路呢就不受清除端的影响。我们后边的数码管，这个呢是4位的。当相应的位选信号输出低电位的时候，相应的数码管就会被点亮。由于它交替变换的速度非常快，相当于流水灯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些数据呢与这个位选信号呢是同步的，所以呢就能够把4个数码管全部点亮，并且呢，我们的眼睛呢由于有暂留特性，所以看不出它的闪烁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